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金庸笔下的《神雕侠侣》，刘德华最得意，古天乐最经典，肖战秒杀所有。金庸先生笔下的长篇经典小说《射雕三部曲》中的《神雕侠侣》，最早的版本是1960年《神雕侠侣》由南红、谢贤主演粤语版，很多人都没看过。之后1976年由萧生执导，罗乐林、李通明主演，在香港嘉义电视台首播。它的主题歌沿用了《射雕英雄传》的主题旋律，播出后口碑不大好。1983年萧生再次执导，由刘德华、陈玉莲主演。刘德华将杨过狂傲不羁、不畏世俗的性情展现得淋漓，赢得金庸的评价。心中最得意的就是刘德华和陈玉莲版的《神雕侠侣》。尽管刘德华的表演在当时还很青涩，陈玉莲的脱俗也有点争议，但都不妨碍这个版本成为经典。1984年在台改编，由孟非、潘迎紫主演。当时制作的布景就花了新50万台币元，服装也重新设计制作，并且武打场面精彩绝伦。在台播出时获得惊人收视，孟非、潘迎紫两人被称为最佳搭档。潘迎紫本是香港演员，却立刻红遍台，而该剧在内的播出时也引起收视轰动。由张永强与金佩珊合唱的主题曲《跃马江湖道》成为经典，当时大街小巷都在唱本剧的主题曲《跃马江湖道》。1995年由古天乐、李若彤主演的《神雕侠侣》弥补了83版的不少遗憾，也令古天乐这个由 TVB 最后贡献给华人观众的演员脱颖而出。那时候的古天乐还很白，把杨过演绎的有血有魂，忘不了他的轻狂，更忘不了他的痴情。古天乐版的《神雕侠侣》算是众多版本中观众评价最高的一个，尤其是在杨过的造型方面，几乎无人能及。英俊、狂傲、酷，饰演杨过一角色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，这个版本成为了另一个经典。对于很多8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，古天乐背负常见2束白发披肩和一身白衣的小龙女相依的情景，成为很多人心中的一个经典镜头。在动作打斗上也有独到之处，全真教的剑阵，古墓派的轻功，杨过和小龙女的双剑合璧都让人印象深刻。电脑特技的运用也恰到好处，蛤蟆功、降龙18掌、一阳指等各名家绝学都展现得非常有特点，引得小孩子纷纷模仿。同时，这个版本也是最忠于原著的。1998由范文芳、李明顺主演。早在1990年，新加坡新传媒戏剧组制作，以萌起拍摄金庸武侠小说构想。奈何电视台未具备充足的幕前、幕后条件，将金庸作品以大制作形式搬上电视荧幕。直至1996年，区域盛觉得公司各方面迅速进步，已有能力接受挑战，在获得公司许可后使接触金庸。后者也爽快答应以合理的条件让新传媒改编自己的作品。于是《神雕侠侣》制作群在1996年着手策划及筹备工作，1997年开始拍摄。李明顺版杨过又过于老成稳重，少了些许杨过的清冷不羁和潇洒痴狂。这个版本是所有版本中最为平静的，没有多少赞扬之声，但也没有多少说声。1998年台再次翻拍《神雕侠侣》，最初确定的主演是郑伊健，不过当时的郑伊健忙于演唱会和专辑，拒绝了。之后再确定为吴奇隆，那时候的吴奇隆刚退伍，重心还没转移到演艺圈。最后让贤齐捡了个便宜，任贤齐演出的杨过一直不讨好，外形和气质上和大侠有一定的距离。2004年《神雕侠侣》由于敏执导，黄晓明、刘亦菲、杨幂主演，历时2年，于2006年登陆浙江卫视首播。当时的黄晓明29岁，刘亦菲才19岁，
两人在拍感情戏时很投入，平时是很要好的朋友。剧中不仅表现出观众耳熟能详的故事、青春靓丽的明星阵容，还有着以假乱真的特效帮衬，足以牢牢锁住观众的视线。武术指导们让每一场打斗都做得不曾雷同，紧张刺激，看得人是目不暇接。观众多数对片中的武打场面大为赞赏，编剧实在太想表现自己，总在一些不必要的地方玩小聪明，结果搞得不正常不累，错漏百出。2014年内地版《神雕侠侣》改编自金庸同名小说，由李慧珠执导，陈晓、陈妍希主演。点：剧中刻意的通过小鲜肉男星、肉麻台词、女配抢镜、雷人桥段等恶搞经典的伎俩来哗众取宠，备受争议，让观众对翻拍自经典名著《神雕侠侣》电视剧的理解十分片面，并且的文化内涵大大缺失，完全没有历史感和厚重感，那种价值观十分不正确，带坏了年轻人。金庸剧不是以搞对象为主的，而是要突出人与人情感的关系，浪漫的意境，不能把浪漫搞成庸俗，就算是爱情，他倡导的也是生死与共，坚贞不渝，表达的是一种浪漫情怀，这个时尚很值得探讨。其实肖战才是最合适杨过一角。最早在《斗破苍穹》里，肖战是林修崖是一名魔兽山脉佣兵团后人，当时的肖战还没进入大众视野，认识他的时候还是在2018年我的皇帝陛下这部网剧中，肖战凭借青眸唾沫、出尘绝世的王爷北堂墨染一角崭露头角，《陈情令》中肖战凭魏无羡一角赢得广泛关注。肖战对魏无羡整个人物的理解和剖析相当透彻，他在处理魏无羡经历跌落乱葬岗这一重大变故时，没有像一些角色黑化后的套路式表现，他身上不会有那种苦大仇深的怨气。他在乱葬岗之后第一次与蓝忘机和江澄重逢时，给人的感觉是松弛的，同时内心也在激荡。魏无羡不好演，表面话痨，实则正直重情义的人设，演过头一显喋喋不休惹人厌，太收敛又无法表现不羁而自带傲骨的气质，而肖战拿捏得刚刚好。在诛仙儿他的演技中规中矩，尤其片尾一段又哭又疯癫的演技还是很出彩的。张小凡魔化后无意伤了师姐，双眼通红的哭戏亮眼，打动人心。在《庆余年》中饰演间谍严冰云一角，一直保持着非人般冷漠平静，将严冰云演得淋漓尽致。《斗罗大陆》中饰演向往武学之道且拥有罕见天赋，最终凭着自己的恒心和实力克服重重困难的唐三，传达出一种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向上力量。热血追梦，拼劲和韧劲，不断提升自我，并勇于实现梦想，敢于有所担当，伸张正义，尊师重道，团结友爱等美好的道德品行。有优越的身高，元气的笑容，言谈间散发出一种邻家学长的亲和气质。还有什么古装戏是他无法驾驭的呢？对此，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，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。